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更新公告来了，这个是8月的更新，再过了下个月之后，应该就是周年庆的活动了。那这个更新会在7月30日前后更新，那国服预计应该是比国际服慢2天。不过在说更新公告之前，也是要说一个比较吊诡的地方，就是之前不是有跟大家介绍过军旗刮刮乐吗？突然之间那个活动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拍了一个影片说那个活动有多么的好所以官方可能移除掉了吧，不知道。这一次的版本标题叫喜鹊新语。为什么是喜鹊？我上网搜索了一下，8月的喜鹊意味着幸福的意思。当然那个我是从网络上看到了，我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也是配合七夕情人节一起推出这个活动。下一次的活动不是联盟活动，也不是7000宝石活动了，将会是艾斯梅拉达的祝祷，就是那个哈利波特转盘啦。也意味着下一次的活动你们要购买礼包或者是要消耗宝石才可以完成活动。还有出现遗城纷争打野蛮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在以往都有出现过了，所以这边不详细的介绍。接着奥林匹亚之巅的优化，坦白说我是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所以这边我不做太多的评价啦，只是跟大家讲更新了什么东西。首先就是新赛季开启了，活动将开启公平模式，系统将会自动平衡执政官的科技所使用的统帅等级、星级还有天赋，全部变成同样的强度，装备和军器都会变成一样。这样子看起来还蛮不错的。那新区跟旧区的玩家不会有太大的差距，这样会更加考验玩家的走位还有用技能的时机。组队排位模式开放人数限制，可以1个人、2个人、3个人跟5个人一起组队打排位赛，活跃度获取调整，参与任意模式战斗均可获得活跃度。只不过如果你们是参加组队排位模式的话，就可以获得双倍的活跃度。赛季结算调整，在赛季结束的时候参与了奥林匹亚之巅组队排位的玩家将获得本季历史最高段位的结算奖励。如果你已经进入最强8组的段位，将会按照赛季结束的时候排名结算。接着奥林匹亚之巅也是增加了信誉分系统，如果你们违规的话就会扣除分数，只要分数越低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可能会停赛，有可能没有办法参加。最后还有新增自定房间，玩家可以消耗一定的宝石数量创建自定房间，并且邀请任意王国的玩家加入。在房间里面你们可以随意的选择任何一个地图，也可以选择要不要开启公平模式，并且玩家还可以观战比赛过程。OK， 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玩奥林匹亚之巅了，但是第6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评价的。我感觉官方他们应该要往赛事那边发展了，因为在这个活动中他们都增加观战模式，那假设说之后他们要推广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赛事的话，有可能可以用到，而且还出现公平模式，这个不是跟巅峰赛差不多吗？当然这个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啦。下一个就是埃及之战相关优化，新增自定模式，执政官可消耗一定的宝石自创自定比赛，可以邀请任意王国的执政官加入那有玩家就要问了，现在我们不是有练习赛吗？可是练习赛只能邀请我们自己联盟里面的一些玩家去打而已，而不能邀请其他王国其他阵营了。增加了这个模式之后，就可以邀请其他王国的玩家跟你一起练习。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蛮不错，可能是因为之前官方不是限制说一定要有15个人报名嘛，有一些是其他王国的玩家可能配合不到，所以他们才推出了这个功能让玩家去配合，有可能也是一样可以开启公平模式。假设开启了之后，玩家可以选择系统中提供的统一强度统帅，不过天赋自己设置，然后进入战场。第2，优化战场表现，之后你们打埃及或者是联赛的时候，你的城市皮肤也会一同带入，就不会看到之后的皮肤全部都是一样的。优化职责设定，不管是练习赛还是制定的比赛，都可以设置每个队友的战场职责，让其他的玩家更容易去了解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东西。征服赛季相关优化，征服者之阵的奖励机制调整，那其实他这边的通知跟之前是差不多而已。 OK， 反正如果你的击杀、阵亡还有治疗是在排行榜上面，任何一个榜上的前10名，并且没有在征服者之阵的名单里面，你就可以获得1个征服者之阵。可是前10这个要求有一点难了，我相信一般的玩家应该是拿不到前10的，所以大概率这个获取管道应该是由一些大佬获得。新增征服者之阵碎片，这个我在之前也是有提到过，只要你们完成征战4方的成就之后，就会获得1个征服者之阵碎片，收集3个碎片就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征服者之阵。我个人猜测这个成就应该也是要透过击杀、治疗或者是阵亡才可以获得啦。虽然这个给的速度有一点慢不过也是为了要确保一些玩家他们是真的有机会可以获得征服者之阵。
因为有一些王国是一直真的长期输掉 KVK， 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征服者之证。这个成就呢，也只是让那些真的有在努力，但是一直没有办法获得的玩家去拿到，算是一个保底吧。但你一定要完成这个成就啦。不过上面所说的更新全部都要在8月7日开启的失落之地才会生效。下一个就是我在之前策划面对面里面的公告里面有提到的，之后征服赛季征服者之证的数量会有所调整，你胜利了之后可以获得的数量，还有你可以分给盟友的数量有多少。那这边我就不重复去说明了，全部都有写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也是一样，将会在8月7日之后开启的失落之地生效。下一个失落峡谷的玩法优化。之后在失落峡谷我们可以派遣6个部队了，天哪我们失落峡谷5个部队都还没有搞定啊，这边出6个了。每个部队将会使用官方所提供的 T5 单位，每一支部队将会获得15万的兵力。新增战斗中指示线只是各个部队交战的目标，原本我们在失落峡谷交战的目标是固定了，玩家所放置的位置上下左右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多了这个功能之后，你们就可以锁定一个目标把它给打死，而且这边说是各个部队都可以调整，感觉之后玩法会变得比较有趣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弱的玩家来说可能会比较吃亏一点。第4，增加分线报名设定。国王发起分线报名，供全国王国成员投票报名。报名结束后，国王可以应用报名结果为失落之地分线名单，就是变得比较人性化一点，不会强制你们去第一条路线。水晶征途的任务调整取消了每日挑战即可获得经验，反而调整了7日挑战的内容还有经验。玩家们可透过水晶征途获得的总经验数不变，就讲每日的挑战虽然是消失了，但是它已经是跟7日的挑战合并在一起。我相信官方应该是收到一些投诉说来不及去完成每日的任务啦，有可能啦，因为有时候打仗的时候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完成了，所以就融合在一起，这个是我个人猜测。其他优化，赛罗利危机活动更新，坦克输出辅助职业，新增了一批全新的职责技能我觉得他们会加上去，应该是太多玩家投诉传说等级太难打了老实说，赛罗利的危机如果你是路人匹配的话，大概率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甚至有时候找队友一起帮忙也是很难通过，我相信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才增加技能啦。聊天频道更新，新增统帅军器分享这样子就可以跟其他玩家炫耀了。你看我带什么统帅我的统帅已经觉醒了，哇，你看我的军器有多少个专属铭文。下一个新增置顶功能，这个也是在聊天室的这个我记得在玩家社群反馈里面有提到过，就是有一些玩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某一些邮件啊，或者是他们的官员写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内容，但是没有注意到，置顶了之后会比较容易看到。接着新增阵营聊天频道，现在我们的聊天是有失落之地，有联盟的，有个人的，还有军团的。那如果你们是分成多个军团的话，就没有这个功能，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官方增加了这个功能，也是在之前玩家反馈里面有提到过的。优化联盟标记至卡片形式，这个也是在玩家反馈里面有提到过的。因为之前建立了一个新的标记之后，只会在聊天频道发出一个通知，但是你们没有办法点那个通知然后直接跳转过去。在这个公告更新之后，你们就可以直接点选然后跳转过去，会比较方便，不需要再透过标记或者是点开邮件里面跳转过去。优化传说品质头盔装备5觉醒强袭一击的效果，之后可以对重击伤害生效了。那我听一些玩家说，其实这个强袭一击目前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是会对重击统帅生效的，就是说本来就有效果的，只是他们优化有写出来而已。但是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的头盔还没有5觉醒强化游戏账号的安全性，对设定了2级密码的执政官绑定登录方式将需要2级密码才可以执行成功，这个是为了要减少玩家账号被偷的问题。下一个，优化昔日荣冠活动游戏体验，在第2阶段新增批量领取宝箱的功能。这个内容所写的就是我们在第2阶段不是要打野蛮人跟野蛮人称赞吗？其实那些箱子要一个一个慢慢去点，不过在这个更新之后，我们可以点一次就收取全部了这个东西真的我要想讲很久了，我相信第2阶段的玩家应该都会疯狂的去打野蛮人或者是野蛮人称赞，一定会有很多箱子没有领取，然而他的箱子要一个一个慢慢去点，就很麻烦。第6点，优化联盟科技五谷丰登的效果，现在可以在失落之地使用了。不过如果你们在失落之地使用这个技能的时候，它只会提升玩家采集的速度，
不会变出一大堆只有联盟成员可以采集的资源点。最后一个更新，丰富游戏中叙事表现及内容，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啦。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比较多的都是一些小调整跟更新，没有更新太多新的内容。不过我觉得更新就是应该这样子，调整之前那些不好的地方，慢慢变成越来越好，在调整好之后再推出新的东西，玩家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我们下个影片再见。